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，但你也许在蚂蚁森林上帮我们这个城市种过梭梭树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蒙古包的内蒙，沙漠化大概在60%，所以在我们这儿的环境下呢，其实我们那儿小混混是不染发的，因为出门就是黄。在沙漠每天玩回来浑身都是沙子，像一个文物一样。一个班级做操15分钟就是一个兵马俑方阵。西安兵马俑长得都差不多，很无聊，但我们那个刮风可什么俑都有啊，男女老少俑，自行车俑，台球桌俑，整个乌海可以说是风起涌涌。这是内蒙人啊，内蒙古乌海人。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，但你也许在蚂蚁森林上帮我们这个城市种过梭梭树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蒙古包的内蒙。沙漠化大概在60%，所以在我们这儿的环境下呢，其实我们那儿小混混是不染发的，因为出门就是黄毛。风沙里面走路举步维艰，走一步得退2步，一步2步，一步2步，6步。曹植7步成诗，在乌海根本张不开嘴。煮奏，哥哥杀我。拿着东西是很容易会被刮跑的。从小我就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也许是被大风刮跑的。所以我们会利用这点，考得好呢，就会把卷子放到书包里；考不好呢，就会让答案在风中飘。我甚至见过一匹布被刮上天，一匹布33米，在天上缓缓地展开，遮天蔽日，以为哪个神仙踢被子了，然后一群人往下拉布布。在沙漠每天玩回来浑身都是沙子，像一个文物一样。一个班级做操15分钟就是一个兵马俑方阵。西安兵马俑长得都差不多，很无聊，但我们那个刮风可什么俑都有啊，男女老少俑，自行车俑，台球桌俑，整个乌海可以说是风起涌涌。沙漠是无情的，前一天玩的痕迹，第2天就会被风沙刮得消失殆尽，整个城市跟失忆了一样。我们那城市好像得了一场怪病，阿尔兹沙漠症。从小就要发誓逃离这种环境，就去了北京，然后发现北京也有沙尘暴，甚至传闻北京沙尘暴就是乌海刮来的。想我的风还是吹到了北京。我是2011年离开了老家，然后离开以后老家开始转型，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甚至查了一下，我们老家就是11年开始发展的，一时分不清楚谁逃离谁。我现在生活在北京，其实工作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稳定，也挺漂泊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演出嘛。有时候7天7个不同的城市，要住同样的全季酒店，吃一样的麦当劳。回到北京租的房子里面反而睡不着觉，认床，躺在那儿扶墙找那个总控按钮找不着。为了适应这种舟车劳顿，我在家专门换了一个全季同款的枕头，为了回家能有家的感觉。甚至吃麦当劳吃出了乡愁。有时候看着麦当劳 logo 在感慨，我说这个 M 该不会是妈妈的意思吧？然后会跟着背景音忍不住唱出来，麦当劳妈妈妈妈妈。有一天在酒店刷小某书，刷到很多人在小某书上种草乌海。我说是得种草，因为树也活不了。说乌海已经转型成为了旅游城市，但小某书的宣传有点太夸张了，说是京郊2小时可达的沙漠美景，飞机2小时。别这么宣传吧，飞机2小时都到上海了，这也太难选了吧？啊，乌海和上海。成吉思汗跟琳娜贝尔，
甚至还刷到《再见爱人》第4季的最后一集是在乌海拍的，就他们决定下车要分开走的那条沙漠公路。我是怎么知道呢？我当时看的 cut，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漂亮呀，查了一下，居然是我老家。那种感觉太奇妙了，就你以前觉得没这么好，分开以后越看越好，原来这个就叫再见爱人。其实老家每年都在变，甚至变得越来越好看，绿化也变好了。你越来越老，老家越来越年轻了。我觉得很奇妙，就是你一身基础病回家，哎，你爸做医美了。我妈甚至把我家都装修了一遍。我回家问我妈，我说我睡哪儿？我妈说客房。我说好，那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办入住了？走了以后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喝了冰箱里1瓶饮料？唉，想全记了。我现在对老家熟悉又陌生，我不属于北京，老家也不属于我。属于我好像的就是那一个个星巴克、麦当劳、全季这一个个连锁店。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，我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北京、出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一个连锁店人。我当然希望老家好，但你总有一些时候想回到小时候，那个时候卷子被大风刮跑，答案在风中飘。但现在偶尔北京还是会有沙尘暴，我一定会出去看看。是你吗？故乡。乌海。我们顶峰相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，今年33岁。30岁的主要工作呢，就是参加《喜剧之王》单口季，很累很累。是的，是的。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。主要是反馈很奇怪，都来自于弹幕。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，你知道吗？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。说从我的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，要不不看段子，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，说我脖子短，是乌龟颈，乌龟的脖子，骂人太难听了。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？乌龟脖子不短的，乌龟是穿搭问题。我是纯短，我是。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？下面评论大老王吧。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、体态这些。我也经常减肥，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，说少吃点儿。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？我说吃到8分饱了，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？我其实真的，我特别讨厌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。很烦，你有时候跟他说，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。他说，抱歉，我没有热量缺口，我没有热量缺口了。我把腿卸了就有了。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，今天晚上吃点好的，他说抱歉，我在减肥。你跟他说明天再减，说行。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？这不给台阶就下吗？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，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，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。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？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了吗？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？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？我说你是谁呀？你是多邻国呀？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，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。对吧？胖子长都差不多的。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。
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。我认为减肥等于瘦，但不一定等于帅。减肥等于健康，但不一定等于帅。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，是吧？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，想瘦一次看看，我也完全能理解，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，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，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，一般。没必要的，我挺忙的，朋友，30多了，工作、生活、家庭一团糟，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，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，一开电梯门，B2。而且饮食也定型了，因为我是内蒙人，从小到大就是羊肉、碳水，不怎么吃蔬菜，唯一的蔬菜是土豆。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。我们这个土豆怎么吃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，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，羊油炖土豆。你别管现在几点，谁吃谁午睡。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，解腻。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，我真的太爱吃了，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。我吃了吗？开心。但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年纪越来越大，你代谢越来越差，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。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，一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。30岁那年脂肪肝，31岁颈椎病，32岁失眠，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。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，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，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，太有意思了。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，身体越来越差。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？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。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？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，成为自律博主。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。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。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，那种白天瞎忙活，晚上倒头就睡，没有任何技能，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。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，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，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。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，我6点醒，他们像给我守夜的。我想跟同行聊天，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。前2天3点多给林剪辑回消息，林剪辑很震撼说：“王哥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我说：“我去上厕所。”他说：“王哥，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。”我很怕30岁不成功，怕着怕着就33了，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。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，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？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，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，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。一旦30不立，其实你就可以31立，或者32立，然后33直接知天命。35岁被优化，3个6开，3期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，80岁成为自律博主，偷偷吃羊油炖土豆。我媳妇儿说：“你是不是馋疯了？”我说：“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？”说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很开心，开心。今天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，当爸爸了。说真的，从怀孕开始，我俩就很紧张，因为首先紧张是起什么名字，首先很怕小孩被起外号，就想寻求网友的帮助。网友有点太给别人家小孩起名字了，
我那天开了个直播，就100多个朋友，1个小时，发了2万多条弹幕。王中王，往哪儿跑？王不见王，最厉害的叫王府井儿。说跟你姓没什么意思，跟你媳妇儿姓吧，你媳妇儿姓崔，就叫崔牛波。这下好了，不用起了，全是外号了。我觉得起名字代表你对一个人期待，比如我媳妇儿叫崔艺萌，艺术的萌芽，她是做设计的，很合理，对吧？我本名叫王珂，王字旁一个可以的可。我爸给我起的，我爸跟我说珂是玉的意思，代表他对我的期待，希望我温润如玉，像个君子一样。查一下字典，字典里面跟我爸说的很像，又不太一样。字典里是5个字，叫做像玉的石头。就压根儿不是玉。我说什么期待啊？贾玉不是宝。我也不知道要叫他什么，我想通过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感受起一个名字。我盯小孩1个小时，脱口而出一句“王哥”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尊重点没坏处，对吧？万一以后用得着呢？所以我对他的期待是希望他罩着我，帮我工作，帮我改稿，就叫王建国。在高铁上遇到特别吵闹的小孩，我俩就会说，你小孩，你小孩，你小孩。我在想怎么让小孩一辈子不坐高铁。我当老赖，拿他贷款。小赖赖，我觉得我是有点过度紧张了，对于事。我总觉得小孩你3、4岁敢在高铁上吵，7、8岁你不得逃学，11、12岁不得打架，对吧？15、16岁不得打他爸？主要是现在小孩长在互联网时代，打我倒还好，万一拿我起号呢？家人们，点赞过1万，把我爹直接打哭。很怕照顾不好小孩，就很提前找月嫂。我们也没经验，我不知道怎么面，我总不能开始第一句话说阿姨哄我。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怎么问，吭哧半天来了一句：“阿姨，那个，你的 MBTI 是什么呀？”阿姨听错了一句，我骂她，说怎么说话呢？我 MBTI， 你 MBTI。最后定的那个月嫂是中介推的，就是一个叫妈妈型月嫂，就干活很利索，但你不能质疑她。我看她做菜比较油，我跟她说：“阿姨辛苦做菜，不要这么油。”她说：“我是为谁好？”太帅了！哎呦，解决了我原生家庭没有问题的遗憾。最紧张的还是生，对吧？一旦怀孕以后，医院会给你一个预产期，比如3月4日，特别准确的日期。直到快生的时候才知道预产期是那个预产期的前后2周。我说1个月随时有可能说，那你们就是猜不准嘛？早说呀！我提前准备2个星座运势了。那双鱼白羊正经差挺多呢。星座预测不了，但宝宝底子要打好。幸好有皇家美素佳儿，3重真萃，3D 预护，守护宝宝成长。甭管双鱼还是白羊，有皇家美素佳儿，底子打好，运势怎么都差不了。知道这个事儿以后，我俩就完全不工作了，每天就是在家等小孩出生。那段时间怎么说呢？就是每天早晨一睁眼，哎，昨天又是平安夜。最准的生产信号叫见红，一旦见红以后，未来24到72小时中间随时有可能生。我媳妇儿是那天中午见的红，早晨我提水的时候，把腰闪了，躺在那儿完全动不了。我媳妇儿就安慰我说，废物。我一想到后面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突然变得很冷静。我知道那一刻我长大了，我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了，就是会在家庭的关键时刻缺席。肯定不能缺席，肯定不能缺席。到了医院，但我跟我媳妇在医院，我俩场面太滑稽了。我扶着腰，她挺着肚子，侧面看就是这样的。进电梯，电梯里的人说：“哎呦，这对香奈儿夫妇要去几楼呀？”
一进病房我就赶紧开始吃止疼片。大夫说啊，你吃止疼片？谁生？别跟我说是看到你媳妇儿这样心疼。她被推进产房，我们那个医院是不让丈夫进的，但是你在门口能听到里面的声音。但我做不了任何事情，我只能在外面做我最擅长的事情，哭。我在外面整整哭了2个小时，给护士都哭烦了。出来跟我说：“三先生，怎么？您出生了？”您在这边呢，有点影响我们工作了，麻烦您到那边去。您在这边，我们有点听不到，孩子哭了。旁边人也很好奇，说男孩女孩这么大声？护士说男孩，190斤。哎呦，真好，是个巨婴。最好的事情就是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。谢谢。孩子出生以后哭得特别大声，医生说这孩子健康。我俩一下就安心了，感觉之前担心那些事都不重要了，是不是吵闹，会不会被起外号，叫不叫建国？健康就行，健康就行。我看到我媳妇儿，我跟她说，我说你小孩，你小孩，你小孩。她说你小孩，你小孩，你小孩。她哭得特别大声，我就赶紧把她抱到怀里，我说爸爸妈妈在呢，爸爸妈妈在呢。虽然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叫什么，但你是崔颖萌跟王珂的小孩。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珂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，然后我现在不上班了，自由职业。最后一份工作赶上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变动期，变得太快了，2个月换了6次方向，开会的特别认真，根本不敢走神，对吧？一走神，哎，换方向了，感觉老板脑子就不清楚。水多了加活，活多了加活。我说你别光和面了，你也画点饼吧。变得太快，变化赶不上变化，受不了辞职了。但自由职业久了它也不好，它是2种工作状态。但我感觉我这个人骨子里更擅长上班，因为上班不一定需要真有产出。自由职业真得工作的，上班做不好你可以怪全世界，领导不行，甲方不懂，同事脑子不好，行业要完了。自由职业做不好你怪谁啊？咖啡不行，外卖不好，电脑脑子不好，行业要完了，怪不了任何人。不上班的咖啡也不好喝，咖啡就得配糟心事儿。配一场百无聊赖的会议，清爽；配一场扎扎实实的背锅，厚重。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加班的深夜，盯着公司的使命、愿景、价值观，苦。有个逻辑叫咖啡不耐受，我不太相信。咖啡不耐受，我认为就是老板给你上的强度不够。咖啡不耐受逻辑是喝完咖啡肠道蠕动会加速，会上厕所。所以喝5分钟咖啡，半小时厕所，这不是咖啡给你的福报吗？5分钟咖啡，半小时带薪年假，眼睛一闭倒3亚。自由职业的工作不是很多，但是反而会很空虚，很没安全感。所以我在我家里面专门弄了一个工位，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坐在工位面前，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工作，发现没工作。我自己给自己写文档，然后艾特我自己，给自己定了 KPI， 还给自己写周报。我专门下载了个钉钉，一个好友都没有，就那么挂着，挂1天。上个月记了3次忘打卡。我跟我怪自己，我说大龙下个月可不能这样了，差点把自己优化了。我很感谢刚才这一位朋友鼓掌，这就是喜剧的意义。好难啊！现在我这不上班我才发现的，我其实挺喜欢被 PUA 的，很充实。这生活中很少的机会能遇到那种一个貌似身价1000万的人，
愿意想尽办法骗一个住在隔断人的机会。以前总觉得老板控制我，现在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。他怎么不跟别人说这些呢？他肯定是为我好啊。穷，我还年轻，累，应该的，痛是因为我在成长。自由职业完全不行，你只能自己 PUA 自己，你不能又当驴又当胡萝卜。某种意义上，现在也算创业是吧？又当老板又当员工。老板每天给员工安排工作，说大老王今天写的段子要求不高，大概达到乔布斯做手机的影响力就够了。员工起床，我吗？最近3个月在准备节目，好了很多，没有那么焦虑了，因为每天你会跟导演组对接，感觉真上班了。然后，但是最触动的还是3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说，大老王，我们想做一档喜剧节目，想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喜剧综艺，就差你了。我说哦，就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，然后我是个北漂，然后今年还在找房，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，因为我已经31岁了，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。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，那种南北通透，地铁上盖，园林景观，顶级物业的好主卧，预算3500。我把我的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，点击确认，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。真的很难找，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，跟我说是个套房，进去一层套一层，一层套一层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……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。20平的房子，跟我说能住3个人，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。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？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？理解不了，真的，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，从早看到晚。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。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，精神会不太正常。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，北京东南2环，广渠门，看了个280平的别墅。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？东西朝向的别墅，卖6000多万，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，房东的钱来路不正，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？我租房3500，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。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，我妈来北京，我妈看，我妈说儿子，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，故宫、颐和园、长城，妈妈都去过。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，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。第一站，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，下来看了个隔断，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。我妈说儿子，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，连窗户都没有吗？实在不行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。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，我妈说儿子，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。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我妈待的那周，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，我去看房，白天看房，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，白天晚上。第6天的时候，我妈崩溃了。我妈说儿子，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。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，怎么躺着就焦虑呀？你也早点回来，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。你想，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，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。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，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。180平房子太大了，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。180平房子太大了，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？太大了。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，衣帽间，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衣柜不够你睡吗？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，他有个智能马桶、感应马桶，去了不会上，我去了就不冲水，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。
边打边懊恼，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，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。我说我在北京哎，做互联网的，不会冲水，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，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？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，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。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，我妈很兴奋，妈说儿子可以回老家吧，你看老家什么都有。我说妈，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，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，离不开这些连锁店，离不开兴什么课，卖什么劳，优什么酷。我妈说啊，这些老家都有。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，还是不太一样。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，大家真的在喝咖啡，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，大家真的在聊，说这个兴什么课的奶呀，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。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，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。我说妈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市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，要研究生学历的。你儿子今年31岁了，英语4级还没过呢。而且你想想，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，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，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叫《人人都是产品经理》。第2份工作，脱口秀演员。脱口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都没门槛的。是我不想回老家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的人只配去北京？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，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。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，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，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，然后还在写书，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，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，你这么卷，到底是因为热爱，还是因为欠了裸贷？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哈，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，我给憋坏了。各位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，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，可以说是东方真卷。我们之前有一个课，这课叫试听课。就试听课呢，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，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。就这个课，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。我为了卖课，各位，我已经豁出去了。我的标题叫《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》。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：认真阅读，仔细理解。我硬凑5个。然后我的课没人买，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，一看标题我就服了。他的标题原文啊，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。我说大哥，真敢教，哎，完全不用阅读，纯靠自己理解。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？然后一会儿给您下跪，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，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。这门课6个小时。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？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？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。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，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，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，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。我天，各位，我当时都惊了，销售组长也惊了。销售组长拿着手机，问心有愧，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，何苦破费呢？交给时间不好吗？我也很惊，就为了不卖我的课，各位，你只需要给我6台，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；你给我8台，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；你给我10台，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。我后来一直在想，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？答案是所有学生。
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。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我有一个学生，高考前一天跑到北京雍和宫，站在一个许愿池前，想用他小小的付出获得大大的收获。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，扔进池子里，说：“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。”哎，真敢许啊！我要是神仙，我一把把硬币抓住，我说：“大哥，真的吗？1块钱，上清华，1块钱，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。”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，要命了！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更卷，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，我们有一种默契，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，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，那这个段子就归谁。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，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，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，只要能抢到，别人就讲不了。我们抢到什么地步？各位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真的。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，为了赶开放麦，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。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除了黑灯。开灯，我给他开灯。太夸张了。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，我如鱼得水。各位，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，也有别人骑得快，但我锁车锁得快；也有人锁车快，但我敢不锁车。我就是这么卷。我为了抢段子，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。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，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。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，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，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：“别管我，拿着这个去开放麦，上台念出来，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小刘。”单口喜剧人很少团建，因为我们去团建，大家都不玩，都是彼此提防，谁也不要抢素材。你想，如果我们玩着玩着，老板突然掉到水里，没有人会去救他，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，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。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，所有人都掏出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逼我啊！别逼我啊！要谁心钱？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，我说大家别抢了，一会儿老板完了。看似我在调解，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，记一下这个素材。我就是这么卷。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，然后一看水面，老板已经没影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，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，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。当然，这个多少有点夸张，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？我就这么卷，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，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，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，温润茶香，如春风拂面，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。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，我就是这么卷。当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卷，也是因为我坚信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。所以我希望，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，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。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刘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啊。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，现在也讲脱口秀，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，我怕场子没反应，怕冷场，我就特别羡慕我爸他从来不怕，
我爸他是吹唢呐的。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，他有一个唢呐班子，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，送那些去世的人走。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，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。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，太好了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吃饭都吃不好，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。他天天吃席，吃得真好。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，我很喜欢吃。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。我现在长大了，送外卖给百家送饭，也是一种回馈了。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，我在外面讲脱口秀，也都算演艺行业。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，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，底下观众坐的舒舒服服的，有的还翘着二郎腿，还有玩手机的。我爸表演的时候，底下都得跪着。讲脱口秀太难了，讲的好笑你们才笑，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鼓掌的。我爸只要一开口，底下就开始磕头了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。练过几首唢呐曲子，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。老师当时要报节目，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。这个时候我同桌说：“老师，他会吹唢呐，他会吹唢呐。”我老师：“哎呀，你还会吹唢呐呀？民间艺术，来报上好好表现。”就给我报了，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，吹了2句，吹得校长脸都绿了，差点跪下了。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，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，我喜欢去动手，我努力认真的去做，每次拿不到名次。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，我说找父母，这不是作弊耍赖吗？那回去我也找我爸，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，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了。我当时随便拿的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，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，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。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，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羡慕，家里什么都有。我家还有4合院，还有私人飞机。我知道那些东西，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。但确实啊，唢呐匠这个工作啊，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。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。他们放了学见了我，你爸吹喇叭的，你爸吹喇叭，吹喇叭。我说吹喇叭怎么了？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？我从小都很自卑啊，我一直找不到对象，我知道我很自卑。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。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就问我：“那个，你爸爸做什么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他玩音乐的。”他说玩音乐，那做什么音乐的？我说他有一个乐队，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。他说啊，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？我说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？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？我说不太适合，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，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 的。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，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，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。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，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表达自己了。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月社，粉丝特别多，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，一边拍我，一边在我老家拍我爸妈，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。我爸对着镜头，哎呀，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个导演就说：“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吧。”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。导演说：“你儿子啊，说他最喜欢的歌是《起风了》。”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《起风了》，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，把我喜欢的《起风了》吹成了上天了。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。我爸非常的开心，我今年也是，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，也是上线上了。
今天也是非常开心。如果线上表现一般，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。如果线下再不行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么开心啊！哎，大家，来，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。我们先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，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，就是在开那种商船，在远洋做驾驶员，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。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，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，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，就感觉很像在坐牢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，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。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，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，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，7个月210天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。你要是实在无聊，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，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。哎，出海半年，归来仍是不良少年。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，我是无聊，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。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不是你决定的航线，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，就一直派我去。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，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，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。我天天待在南半球，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在南半球待久了，你会特别想念北方，你会特别想念，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。我做实习生的时候，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，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，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，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，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，见怪不怪。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，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。我说哇，好浪漫！我说二副火山，他居然跟我说，哇，我来了好多次了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。灯塔没有冒烟的吧？人家虽然落后，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？他对一切都很麻木。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，二副路飞，那里有个路飞，他会跟我说，我以为是个渔夫，他来了很多次了。那我们去非洲，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，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。这班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。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，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，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，可是要扣工资的。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，其实都没有通电，因为怕电到自己人。然后会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高压危险，写的中文。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？海盗连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，写中文，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？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。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。我说都这种时候了，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？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，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？对吧？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，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，你就放一排稻草人，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？他一看哇，草船借箭。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，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。那3个安保人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，枪都开不清楚。上船之后要试枪，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远，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，咚一枪又打不到。我说那完了，油漆桶都打不到，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，那你不是更打不到？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急嘛，到时候就打到了嘛。”我说这怎么让子弹飞啊？现在啊？什么叫到时候？到什么？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！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，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！你这什么弹道啊？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？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，绕过好望角，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，一个锚扎下去，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，然后海盗就来了。哦，真的，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，它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，它是那种冷兵器海盗。它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到你的船边，如果你没有发现它，它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。但如果你发现它了，它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。它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。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，很怕被发现，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。
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泡了30天的毛吧，30天毛。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。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。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，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，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，说嗨，今天又摸了1天鱼。但是你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、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，但是他们每天来，每天都抢不到东西，每天都开始捕鱼，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。我到了进港前，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。真的到进港前哦，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，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，对吧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，跑了大概6年船吧。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，我明白，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，你经常去之后，你就会很麻木，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。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哦，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，对，我想要去马尔代夫。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，你要经过印度洋，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。你经过马尔代夫，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卖某劳一样。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。你人在海上，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。你在船上你吃不到，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船上有大龙虾，但你只想吃小龙虾。因为船上我太想吃麦某劳，因为大厨不会做，你知道，大厨会做华某式，但他不会做麦某劳。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，然后牛奶，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。我说那玩具呢？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，然后下地之后，他们跟我一起下地。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？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说去沙滩，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？我说我不去。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？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。谢谢大家，我走了。今天的主题是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， 就是北京的大专。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。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， 就保安。我太喜欢他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哎，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。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，一次100机场集合，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，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，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要25。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。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。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，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他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哎，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哎，我说哎，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。
我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事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。所有人退避3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知道只要再拦我，我直接就50。啊，一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艺人懵了，啊，助理也懵了，啊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签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呢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50的不含表演，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这边，他给我签完了之后，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我给助理，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”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，啊！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：“好酷哦！”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。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。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冲击太大了。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：“哎。”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他说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，不干白不干。我想天天干。我说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他说我叫阎鹤祥。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。是少主。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，你什么东西？哎，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。啊！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：“哎，签个名。”我说可以。他看着我说：“笔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找。”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！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，我怎么塌？我没得塌，我怎么塌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sin 30°等于1/2，底下大哥牛啊，对齐齐好，我没法塌呀。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，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连一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？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说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
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2天接了一个活儿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。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紧张哈？我反正是不紧张。对，今天我不比赛了嘛，就是简简单单开个场啊。你说省得原来每次演完，都有弹幕说演成这样还能这么高的票，就是靠名气吧？不装了，就是靠名气才来这个节目的，跟蒋龙一样。你知道干了这么多年脱口秀，终于不比赛了，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吗？哎，不说了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这一期我还是准备的非常认真的，不是写稿，主要是练刚才那首歌。你们也知道我的水平，我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师，他就跟我说你要想唱好这首歌呀，你就要用更难的歌来练，所以他就让我在家练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，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练了1个多月，我还行，我隔壁大爷受不了了，来敲我的门说：“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连呼吸都痛的话，你就不要唱歌了，好吧？你这个痛啊，跟想念没有关系啊，不要再唱了。我刚看新闻说咱们小区的房价突然降了，我怀疑就是让你唱的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啊，但我就是不喜欢比赛，但我喜欢我的工作，喜欢讲脱，但我主要是不喜欢和周奇墨一起工作。就是他可以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，我也想要。我嫉妒他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最令人生气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一边记住他，我又一边忍不住尊重他，因为他真的很令人尊重。就是他不光脱口秀讲得好，性格还特别好，格局还特别大。你看他刚刚演开场，比自己比赛还认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人啊都做绝了，不留给别人一点生存空间。我真的有的时候，他坐我旁边往那看一眼，我都喘不上气。他把我搞得我现在都不喜欢好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更愿意跟有缺陷的人待在一起，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说：“我说你明天能不能别来上班了？我想跟王建国多待一会儿。”他不同意，他说：“我不上班，你养我呀？”扣题。这就是不比赛的脱口秀的魅力。我不瞒你们说，他就是我最羡慕的那种人，就是话少。我常常想他是怎么憋住的，为什么我就憋不住？我就是那种话很多，很不容易让人尊重，就是那种别人刚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女的好像有点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立马多说几句话，向她证明这个女的没有。我这种感觉别人不懂，丹姐原来肯定懂。你说一个人，我就想不通，一个人如果懂得一件事，怎么能忍住不给别人讲讲？多么自私呀！你别说我懂的事儿，我不懂的事儿我都想讲。有一次我去看一个音乐会，被旁边的观众认出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杨丽，我很喜欢你。我说谢谢。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，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音乐理念。然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。散场的时候，我实在有点没忍住，我说你不是挺喜欢我的吗？他说我是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更喜欢安静。人想说安静，我做不到啊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天分，安静的。好想看杨丽参加浪姐。真的人真的不能话太多，就如果你特别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，你的情绪在别人的眼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。我最好的朋友叫阿玉，但是我从来不尊重他。因为我已经认定他的话多且无用，我跟他说什么事儿，他说杨丽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但相同的事儿，如果我去问周奇墨，他不用说我都能学到东西，因为我默认他懂，他不用教，我会自动的学。
比如说我跟周老板说，我说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然后他说，然后1分钟就过去了。我说你不用说了，我懂。我确实我不太适合做老板，我太冲动了。那我要是去做直播呢？他说，我说我又懂，直播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，而且这个对实体经济都有伤害，我不干啊。那要不我去做导演呢？他说，我说是也不太行哈。那要不我去死呢？你会不会能有所触动一点？你会不会至少能对我说一句一路走好？然后我也没得到答案，我就走了嘛。过了10分钟以后，周老板过来找我了，他说：“杨丽，你刚刚说的问题呢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觉得吧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杨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，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然后节目组就说，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。这咋聊呀？就是没有工作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，说翔宇，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，它有好处，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。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？同学聚会，人家说啊，我现在在大厂上班，5险1金顶哥。我说那怎么了？我可是应届生。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，我还是清清白白。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，而我就算饿死，我也是应届生。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，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，没给资本出过1分力。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，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。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，教小升初1对1，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，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。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过好的生活。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，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。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。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，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学，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。老师不花，都给你攒着，以后租你们家房子。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。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，那种大厂嘛，就是经常干到1、2点，也没有加班费。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领导说这怎么了？这很正常啊。翔宇，你学哲学的呀，存在即合理啊。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。我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，但就合理啊。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，我就应该学法学，什么他人即地狱，我想送他进监狱。哎呦，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，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，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，6大天然草本成分，像应届生一样干净。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，我甚至想过用《资本论》整顿职场，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。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呀，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？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，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。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，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。而我这种应届生，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，包装精美，原料干净，日期新鲜，但就是没人动，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。老板说：“哎呀，饼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”
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，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， 临入职了毁约，说这个岗位没有了，你去找别的活吧。我就这么纯耽误人嘛？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？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，就相当于，比如说今年年初，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，快开录了跟我说啊，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。我说那我咋办？我为了来这儿，我把别的活都推了，我连春招我都没去。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？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？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，要不你就去种地吧，少年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错过了春招，别再错过秋收了。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，突然没活干了，也找不到工作，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。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，就在下面留言，说求捞，墩墩，走过路过的好心人，有工作踢踢我。还有个 HR 在下面找补，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，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。哎呦，您可真是个大善人，我可得感谢你，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，没有真的玷污我啊。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，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，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。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，你上学、上班，人生慢慢走向正轨。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，然后跟你说，哎，那你现在自由了，你的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，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。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，我都想说，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。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，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，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江宇。